大家好，这里是 IT Commander。上一期节目呢，给大家做了一期如何使用树莓派或者是斐讯 N1 安装 Home Assistant 之后，连接摄像头，让摄像头捕捉的实时画面显示在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网页和苹果手机上面。然后呢，它还支持移动侦测检测，如果有物体从摄像头前移动，苹果手机会发出报警， Home Assistant 也会可以触发对应的相应的一些功能。然后这批视频做出来之后呢，大家都觉得比较实用，然后就有一些网友呢问我，如果我又是个 IP 摄像头，我不是 USB 摄像头，能不能这样用呢？那我们的答案呢当然是可以的。IP 摄像头呢，如果想替换掉这个 USB 摄像头也是很简单的。我呢手里没有 IP 摄像头，但是为了做这期节目呢，我想了一个其他办法。我在我的安卓手机上面装了一个软件，模拟我的 IP 摄像头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的手机上装了一个叫 IP 摄像头的一个软件，我后面会把这个软件的链接放到我的视频下方。然后我把 IP 摄像头这个软件启动之后，它就会模拟成一个 IP 摄像头，并且支持 RSTP 协议。什么是 RSTP 呢？就是 Real Time Stream Protocol 的缩写。好，我现在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先把我的手机开启服务器，让它，比如说让它对准某个地方吧，比如说让它对准这个 USB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手机呢，它就变成了一个 IP 摄像头。我们可以从这个手机的软件上面看到一个选项叫更多，我们点这个 RTSP 地址下面有一行，经 RTSP 的 H264HQ PCM 这条地址是我们需要的地址。同时呢，大家看这个 IP 地址 10.10.10.196 就是这个手机的 IP 地址。我们把这个 IP 地址和端口号替换一下，然后这个 RTSP 的地址就可以实时的播放我们的摄像头捕捉的内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出我们的电脑。大家配置这个摄像头呢，其实十分简单，只需要根据我上一期视频安装好之前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们进到这个 Motion Eye 的界面， Motion Eye 的配置界面。首先呢，我们按照之前那个期视频的安装步骤，我们打开 Motion Eye 的配置界面，它是你的树莓派的地址或者 N1 的地址后面加8765端口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用户名密码还是 admin， 如果你没有修改过的话还是 admin， 密码留空。我们点登录，登录之后我们选左上角这三个小横杠，我们把 USB 当前的摄像头删掉。删掉之后呢，我们需要重新添加一个摄像头。我们这回呢，点添加之后就不要选 USB 摄像头了。我们看第一个 Camera Type 这里可选的有一个网络摄像头，我们点击网络摄像头之后，把刚才的地址粘贴到这里，刚才我们在手机上看到的地址粘贴到这里 RTSP 冒号杠杠，然后我的 IP 地址，摄像头的 IP 地址加8080端口，然后后面是刚才软件提示的那个选项，然后我们点 OK。这时候大家看，我的摄像头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， IP 摄像头也正常显示内容了。我们
们调整一下它的分辨率，我们调到720P，点一下应用。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调整这个分辨率，可以参考我前面那个视频 ，USB 摄像头调整的分辨率和这一期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 Motion Eye 这里边配置完毕之后，我们可以正常的在网页的 Motion Eye 的网页的界面显示摄像头捕捉的内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重启一下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 N1、飞讯 N1 或者是树莓派了。当我们重启之后 ，Home Assistant 的软件还有我们的苹果手机就应该顺利的展示出我们的 IP 摄像头捕捉出来的视频图像。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只需要在 Motion Eye 里边把你的摄像头替换掉就 OK 了。好，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记得订阅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